有个男生攻略了我女友7年，女友不仅不为所动，甚至十分厌恶他。可就在男生攻略失败，即将被系统抹杀的时候，女友却发了疯一样冲过去拯救他，将我丢在了订婚宴上。他说那个男生爱了他7年，不该是那样的下场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当他踏出订婚宴大门的那一刻，我的攻略也失败了，而惩罚是忘记他。我穿着一身挺拔的黑色西装，笑容僵硬地站在订婚宴舞台上，等待着我的未婚妻白宁冰。台下是两家的亲朋好友，欢声笑语早已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疑惑和窃窃私语。因为白宁冰还没上台，她明明就在后台，明明已经穿好了婚纱，可就是不上台。司仪催了3次，都被他赶了回来。王先生，白小姐一直在跟谁打视频，脸色很不好，我可不敢再去催了。司仪站在我旁边干笑，我牙关咬紧又松开，怒火酝酿着又压下。白宁冰大概是跟他通视频吧，他叫萧然，我跟白宁冰是青梅竹马，一起嬉笑打闹，一起读书上学，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大学，都在同一间学校。所有人都觉得我们是上天注定的一对，所有亲朋好友都认定我们会走向婚姻殿堂。白宁冰也发过誓，非我不嫁。除了我，他对任何男生都不屑一顾，包括他的学弟萧然。萧然是7年前插足我们生活的，当时我跟白宁冰都大2了，萧然大1。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小山村，身板高瘦，衣着朴素，却并无土气，因为他的眼睛很亮，像夜空中的星星一般亮。他便是用那双亮晶晶的眼眸注视着白宁冰，仅仅因为他被超市老板怀疑偷东西的时候，白宁冰仗义直言帮他解围，少年便爱上了他的女英雄。可白宁冰不喜欢他，不喜欢他每日里送来的早餐，不喜欢他在羽毛球赛后地上的水，不喜欢他在雨中撑起的伞，更不喜欢他坦荡地说这些只是感恩。他别无他念，他别无他念了7年，连毕业了都在我们公司附近上班，只为了每天能撞见白宁冰，看他一眼。多执着的人啊！可白宁冰是我的，起码在白宁冰上台前，他是我的。而为了父母的颜面，我强迫自己压下怒火，等着白宁冰上台。白宁冰终于上台了，她的婚纱裙摆有点乱，头发也不整齐，脸色愧疚而纠结，嘴唇紧紧抿着。台下的亲朋好友终于松了口气，纷纷鼓掌起哄，活跃气氛。司仪抓着话筒准备开场，可白宁冰无视一切，她走到我面前，握住了我的手，声音哑哑的：“老公，对不起，我必须离开一下。订婚宴推迟1个月好不好？”为什么？我看着她，想着我的眼睛不如萧然的亮吗？我看不出白宁冰到底还爱不爱我了。白宁冰沉默了，目光闪烁间囫囵道：“日子不好，下个月再选日子吧。”萧然出事了吗？我直击白宁冰的内心。白宁冰一僵，脸色变幻间扯出一个极其勉强的笑。萧然住院了，癌症晚期，医生说大概只能活1个月了。我已经找人求证过了，是真的。难怪他磨蹭那么久，原来是派人去医院查证了。看来他以前说的都是真的。他绑定了系统，攻略不下你，要受到惩罚了。我平静点头，这件事并非秘密。萧然很早之前就告诉过白宁冰，他必须攻略白宁冰，否则会死。他这一辈子非白宁冰不爱。是啊，他受到了严厉的惩罚，将在癌症的痛苦中离世。白宁冰叹了口气，嘴唇又抿了起来。他一向厌恶萧然，毕竟被纠缠了7年，早已耗尽了耐心。他甚至在暴怒之下失手打过萧然。萧然当时蜷缩在地上哭着说对不起，但他就是爱白宁冰，他控制不了自己，神经病。这是白宁冰对萧然的一贯看法，而今他的看法似乎改变了。订婚耽误不了多少时间，为了双方的脸面，我们走完流程再说别的。我语气冷然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，很合理的意见，来自一个男人的尊严。我实在不愿在这场万众瞩目的婚礼上丢尽自己的脸，所以我没有任何吵闹，我维护着自己仅剩的体面。白宁冰脸色又变换了起来，他垂下眼帘看手腕上的表，急切道：“还是先去看看他吧，我去就行了。老公你歇着。”他转身欲走，我感觉在胸膛中酝酿许久的怒火即将喷涌而出，我的拳头死死捏着，目光紧紧盯着白宁冰。我们多年的感情，双方亲戚的翘首以盼，都要毁在今天吗？我和我的家人又会沦为何等的笑柄？先订完婚吧。很快的，我又一次出声，嘶哑又压抑。白宁冰转过身来，深吸了一口气：“老公，我不想骗你。萧然说了，如果我跟你订婚，他的攻略就彻底宣告失败，他会立刻丧命，所以我们再等等好吗？”白宁冰柔声细语：“他再怎么惹人烦，也是爱了我7年的男人，不该是那样的下场。”我气笑了，看来萧然的攻略还没有失败，他还在挽救。而白宁冰急切又不安，他的心已经不在我身上了，他真想立刻飞到萧然身边，1秒都不愿多留，哪怕是为了我们的订婚宴，为了我们2家的颜面。我自嘲地摇了摇头，没想到最终攻略失败的是我呀。他萧然有攻略系统，我王峰又何尝没有呢？白宁冰见我不再言语，愧疚地亲了我一下：“老公，我爱的是你，但萧然太苦了，我实在不忍心看他死去，原谅我，我会回来的。”他转身离去，所有人都懵了，台下的亲戚们大声呼喊白宁冰，但他充耳不闻，直奔大门而去。我抬起头，注视着白宁冰渐行渐远的背影。当他踏出大门那一刻，我顿觉天旋地转，脑海绞痛，一头栽倒在地。宿主攻略失败，即将抹除关于白宁冰的一切记忆。我在医院醒来，入目是父母关切的眼神，病房里还有一些亲戚，以及对我很好的邻居白叔叔和刘阿姨。见我醒了，父母喜极而泣，终于放下心来。白叔叔愧疚道：“王峰，你终于醒了，是我女儿发疯了，气死我了，我非打断她腿不可。”对，王峰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我们一定会好好教育白宁冰的，她真是个不成器的东西。刘阿姨眼眶红红的，一再向我保证会教育好白宁冰。我有点发呆，脑子里一片茫然。白宁冰是谁？白叔叔和刘阿姨不是只有一个女儿叫白梦琪吗？怎么还有个白宁冰？见我发呆，我爸妈又紧张了，一会儿摸我额头，一会儿摸我手。我妈落下泪来，委屈又愤怒。白宁冰把我儿子祸害成什么样子了？这么多年恩恩爱爱的，订婚宴上竟然跑了，我儿子脸面往哪搁？哎，
亲家莫怪，我已经让白梦琪去找他了，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情况，我家一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白叔叔深感抱歉。我皱皱眉，迟疑道：等一下，白宁冰是谁啊？病房里的亲戚们都傻了眼，我妈大惊失色，又一次摸我脑袋，嘴里唤着医生。医生来了，我又被做了一次详细的检查，结果并无异样，身体倍儿棒，随时可以出院。只是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住院的，似乎忘了不少东西。最后医生建议我留院观察3天，如果还是没有什么异样再出院。我留院观察3天，父母和白叔叔夫妇都不肯离开，他们吃住都在医院，轮流睡觉，轮流照顾我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自己爹妈还好说，可白叔叔和刘阿姨对我太好了，我不适应，我便让他们回家，我没事。白叔叔跟刘阿姨对视，脸色都有些奇怪。王峰啊，你真忘了冰冰，你可是我们的女婿啊，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。刘阿姨不喜欢我的身份，我哭笑不得。白宁冰到底是谁啊？我不会是她老公吧？是啊，你俩马上就订婚了，只是出了点意外。白叔叔找到机会跟我说起了我跟白宁冰的事，说完了订婚宴还不忘说小时候的事，什么我跟白宁冰一起遛狗逗猫，一起爬山上树，你俩7岁那年，我们2家一起去海边，结果冰冰一不留神被海水卷走了，你想都没想就跳下去抱她，要不是有救生员在，你俩就一起。白叔叔一边说一边观察我脸色，盼着我想起来。我干巴巴的笑了笑，我不记得有这事，一点都不记得。白叔叔着急了，刘阿姨叹气，是不是气过头了？暂时忘了。王峰，你好好养病，别太气。我不气啊，我又不认识白宁冰，我气什么气？住院第2天，风和日丽，我心情很好，一边刷手机一边吃糕点。白叔叔在门外打着电话，声音很大，你个臭丫头，王峰都住院了，你不来看一眼，我打不死你，你走不开，你就是死也要给我爬过来。喂，显然对方挂了电话，白叔叔再次拨打，结果对方关机了。床边，我妈摇摇头，从昨天开始，你白叔叔跟刘阿姨就在打电话了，打了几10个，白宁冰今天才接了一个。我妈很生气，对白宁冰失望透顶。我无所谓的撇嘴，刷我的手机吃我的糕点。下午，白梦琪来了，她是白叔叔的女儿，也是我从小的玩伴，我俩很亲密。她一来就赶紧看我的情况，见我面色红润，表情自然就松了口气。姐夫你放宽心，我已经帮你骂了我姐了，她真是个傻茬，我特么被她气死了。白梦琪爆粗口了，她一向大大咧咧的，但在长辈面前不会这么粗俗，可见被气得不轻。白叔叔忙询问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，白梦琪喝了口水才说，又是那个萧然搞事。萧然不一直喜欢姐姐吗？曾经还站在我们家门口1天1夜，淋了雨也不走。他患癌了，活不久了，想让我姐陪他走完最后一程，我姐就答应了。这会儿已经带着他搬去了海景别墅，要让萧然每天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呢。白梦琪越说越气，拍了一下桌台。我追去海景别墅，正看见我姐给萧然喂饭，萧然别提多幸福了，气煞我也。白梦琪显然已经了解了一切，她去找白宁冰当面对质过，我爸妈气得脸色铁青，差点就破口大骂了。白叔叔和刘阿姨也气得不轻，刘阿姨都差点气晕了。白叔叔咬牙切齿，恶狠狠开口：白宁冰这个不孝女。他骂完了赶紧跟我爸妈道歉，又安抚我：王峰，我亲自去逮白宁冰，我把他抓回来给你跪下认错。刘阿姨也认同，让白叔叔赶紧去抓人。我眨巴眼，继续吃糕点，突出一个茫然。白梦琪有点懵，小心翼翼问我：姐夫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我能有什么事？是手机不好刷还是糕点不好吃啊？没事，很好啊，挺有意思的，哈哈哈。我真觉得白宁冰的事挺有意思的，很狗血。几人面面相觑，我爸妈又气又担忧，怕我脑子出问题了，再次让医院给我检查，结果还是正常，可大家都觉得我不正常。白叔叔二话不说，气势汹汹去逮人了。第3天，他把白宁冰逮回来了，我爸妈、刘阿姨、白梦琪全都在。白宁冰进了病房，第一眼看我，脸色愧疚又担忧：老公，你身体没事吧？我其实早就想来看你了，但萧然才出院，身体状况很差，我得先安置他。白宁冰坐过来道歉，我盯着他看，有一说一，这女人真漂亮，1.65米的个子，苗条修长的身段，配上高鼻梁大眼睛，想丑都难。白叔叔、刘阿姨，你们什么时候多了个女儿？还别说，挺美的，我夸奖一声。白宁冰愣了愣，眉头一皱，伸手拉我的手：老公，我是冰冰啊，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你别说气话。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本能的抽回了手，皱眉不悦：你谁啊？怎么能随便摸我的手？我可是正经人。白宁冰又愣住了，随即低头苦笑：我爸说你失忆了，其实我知道你是装的，你恨我了，对不起老公，是我的错，你听我说。他又一次拉我的手，我眉头皱得更深了，一把甩开他的手：你干嘛？别碰我。白宁冰没想到我反应这么激烈，把他的手都甩开了，他苦涩又难堪，垂手抱头，声音发哑：我不碰你了，我知道我深深的伤害了你，但是萧然就要死了，你也知道的，他会死的，他是个苦命人，家庭苦，生活苦，从来没有过一天好日子。白宁冰抬起头，他的7年青春都浪费在我身上，现在更是要死了，我无法无动于衷，无法眼睁睁看着他痛苦。一个人的生命难道还不如我们的订婚宴重要吗？白宁冰质问我，我爸妈快气死了。白叔叔一巴掌拍在白宁冰头上：你给我闭嘴，这是订婚宴的问题吗？什么萧然不萧然的，他重要还是王峰重要？爸，不能这么比较，萧然得了癌症，他为了我付出太多了。白宁冰反驳，我内心烦躁，我才不在乎什么订婚宴，也不在乎谁重要，我只是被这个陌生女人摸了2次手，有点不舒服了。你不要吵闹了，我不想见到你，麻烦你离开吧。我呼了口气，感人，我爸妈也要白宁冰赶紧滚。白宁冰抿着嘴，缓缓站了起来：老公，我还是希望你能通情达理一点，萧然真的太苦了，我们有多幸福，他就有多苦，你装失忆可以，恨我也可以，我都认了，但请你大度一点，给萧然一点宽容和谅解。我听得一脑门无语，什么跟什么呀？你在嚷嚷什么呀？抱歉，我真的不认识你。至于萧然，好像是我大学时候的一个学弟吧，他是挺苦的，你多照顾他吧，好好爱他，祝幸福。我衷心祝福他们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白宁冰再次叹气，等你不赌气了，我再来找你。他转身离去，并不搭理
里白梦琪的呵斥和白叔叔刘阿姨的阻拦。这一晚突然下起了暴雨，惊雷阵阵，我在半夜惊醒，吓了一跳。说来也是丢脸，我一大老爷们竟然怕打雷，因为我7岁的时候走丢过一次，在暴雨雷鸣中吓得哇哇大哭，自此有了心理阴影，遇到雷雨天就跟踩到蛇一样。爸妈和白叔王姨都不在，他们应该在陪护房休息，我没叫醒他们，一个人在被窝里看手机，反正这雷声也搞得我睡不着了。但我妈来了，她进来见我醒着不由打趣，这雷打的，我就知道你睡不着了。我笑笑，我妈摸摸我额头，又叹气，记得以前打雷的时候，白宁冰半夜都会打着伞跑来找你，知道你睡不着，她要陪着你，是吗？是啊，她可担心你了。我记得你被找回后又打了一次雷，你吓得哇哇大哭，白宁冰光着脚就跑来我们门口喊你，让你别怕，她淋雨高烧了好几天呢，那会儿她发育快，比你还高，真像个大姐姐，哈哈，是吗？我有点无感，笑着说那不是傻子是什么？我妈斟酌着问我，你真不记得白宁冰了？原来她也怀疑我是装的，毕竟我做检查一切正常。妈，我不认识白宁冰，更不喜欢白宁冰，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也极其不好，以后别提她了。我皱紧眉头，我妈若有所思，点了点头。出院后，我们坐着白叔叔的车子去了他家别墅，保姆早已准备好了午饭，不少白家的亲戚都来了，庆祝我出院。王峰，今天是你出院的日子，我们1是道喜，2是道歉，还望你别怪我们，是我们教子无方。白叔叔愧疚无比，我忙摆手，这几天白叔叔一直在医院照顾我，他可辛苦了，一顿饭吃得欢天喜地，白家的亲戚挨个说好话，希望我原谅白宁冰，他们怕我悔婚，因为两家的生意合作非常密切，我们自家的别墅又在隔壁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闹翻了就不好看了。可我真的不认识什么白宁冰啊，各位叔叔阿姨，大家跟我父母都是多年的老朋友，无论我跟白宁冰发生什么，都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关系，请放心吧，我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，大伙安心了不少。刘阿姨适时开口，王峰，等冰冰回来了，我们会为你补一个盛大的订婚仪式，绝对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这话一落，管家跑来汇报，说白小姐回来了，众人齐刷刷看向门口，白叔叔有了喜色，起身过去，我骂了这丫头，她看来知错了，回来认错来了，结果她马上变了脸，因为回来的不只是白宁冰，还有萧然。萧然瘦瘦高高的，穿着白色的外套，戴着一顶厚厚的帽子，一边咳嗽一边拉着白宁冰的手，紧张地站在门口，所有人都呆住了。白叔叔气得大骂，白宁冰，你疯了不成？你要不要脸？放开他的手。萧然被吓了一跳，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畏缩了。白宁冰解释，爸，别吓到萧然了，他回来后胆小了，昨晚就被雷声吓到了，海边风浪又大，所以我带他回家里，你们平时都不在家，我也不知道你们今天在家吃饭的。闭嘴，你简直疯了，马上给我滚，带着这个萧然滚。白叔叔气急败坏，萧然更畏缩了，低着头一言不发。我很好奇，这狗血故事的男主角到底长什么样的？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大学学弟萧然了，所以我真好奇，于是我走了过去，示意白叔叔冷静点。白宁冰迎上了我的目光，微微闪躲，尴尬又愧疚，我并不在意他。我观察萧然，他干笑着抬头，露出了一张苍白的脸和依旧发亮的眼睛，他的眼睛特别亮，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，哪怕他面无血色，可配上这双桃花眼，依旧可以说是个精致的小帅哥。他读大学的时候很朴素，衣着也老旧，浑身上下透露着不自信，如今依旧不自信，只是更加凄惨了，毕竟得了癌症。萧然，好多年不见了。我笑了笑，萧然呆愣当场，不解地注视着我。白宁冰开口，老公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怪萧然，我马上带他走。他拉着萧然要走，他都这个样子了，一阵风就能吹走，你带他到处跑干什么？就住在这里吧，这里环境好，空气好，随时可以叫私人医生，适合养病。我提出了意见，萧然又愣住了。白宁冰没有发愣，但他有点发怒，似乎是因为我的过分大度，我的不吃醋，让他无法接受。他可能觉得我在故意说反话。老公，你到底要怎样？我说了1个月后再跟你订婚，你就非要跟我闹吗？你拿萧然来阴阳怪气做什么？他已经活不了多少天了，你让他开心点行不行？白宁冰越说越生气，我感觉莫名其妙。你生什么气？我这不是关心学弟的身体健康吗？人家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，到处跑怎么经得起？首先，我没有阴阳怪气，其次，1个月后我也不会跟你订婚的，因为我并不喜欢你。最后，我是真的不认识你，请你说话注意分寸。我严厉警告白宁冰，身后所有人都没出声，萧然也不出声。白宁冰气急败坏，拉起萧然的手往别墅里走。好，王峰真有你的，你继续装，我接受你的意见，是该让萧然住在这里养病，这里太适合养病了。他发了狠，性格冲得很。白叔叔大骂，白宁冰，你给我站住，谁允许你带外人回家的？王峰允许的。白宁冰很生气，萧然便也就入住了。一众亲戚都气得冒烟，为我打抱不平，我可不在乎，我想回自己家了。好在我们都在一个小区，我家别墅就在隔壁。回了家，我爸妈开始咒骂白宁冰，也心疼我受了委屈。我一个大男人被未婚妻悔婚了，未婚妻还带狗男人回家住，太委屈了。可我不觉得有啥好委屈的，这不挺好吗？他白宁冰是谁啊？我犯得着委屈？夜里又开始打雷了，夏季的暴雨来得突然，雷声也特别响，我又睡不着了。突然想起我妈说过，白宁冰会在雷雨天跑来找我，让我别怕。不过这会儿他指定是不会来了，毕竟他的小娇夫萧然犯癌后胆小了，也怕打雷。正想着，门铃声响起，在暴雨中十分不起眼，但我手机收到了提示，这雷雨天竟然有人来造访了。我妈去开了门，迎了那人进来。我竖起耳朵一听，听见白宁冰急切又高昂的声音：王峰怕打雷，这些年一打雷他就要找我陪着睡，我不来他睡不着。王峰已经睡了，你回去吧。我妈对白宁冰有很深的怨气，阿姨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白天还对王峰发脾气，可我真的很爱他，只是，
我上去见见他好吗？不好。我妈一口回绝。白宁冰哑巴了片刻，叹了口气，那请阿姨转告王峰，我知道他没有忘记我，我会等他原谅我，等一辈子也等。哎呀，恶心！我起了鸡皮疙瘩，都不怕打雷了。我开了灯，摸索起来喝水，眼睛瞥了一眼白家别墅，正好能看见他家3楼的房间。那房间也亮着灯，一道高瘦身影站在窗边，正死寂地注视着我这边。我冷不丁吓一跳，定睛一看，那不是萧然吗？他跟个鬼似的杵着，估计是在等白宁冰回去吧。我赶紧把窗帘拉了回来，不然要做噩梦了。一夜暴雨洗刷，泥土散发着清香。白梦琪跑来找我，我正吃早餐，他不客气地抢了鲜奶喝。姐夫，我真是太膈应了，现在要跟萧然住一块了。我爸妈又回公司去了，我浑身难受。他家里就他跟白宁冰以及萧然了。我爸妈气坏了，停掉了我姐的卡。不过我姐自己存了不少钱，脾气又臭，说要是我们赶走萧然，他就自杀。白梦琪吐槽不断，我听得想笑，多深情的智障啊！姐夫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不想住家里了，得出去玩玩。我们去参加母校的校庆怎么样？就明天。白梦琪突然提议，我一怔，母校的校庆吗？对了，我的大学马上要举办校庆了，我们这些老校友可以回去庆祝的。白梦琪其实是我学妹，只是低了好几届，怎么突然想去校庆了？我问白梦琪，白梦琪耸肩，今早学校给我姐打电话了，邀请我姐去参加校庆，她还能上台演讲呢，不愧是当年的清大双子星之一，凭啥不邀请我呀？我也很有出息啊，一个月工资3000呢。白梦琪愤愤不平，她其实是自嘲，她工资3000是挂个名下领的，实际上零花钱10万。我忍俊不禁，但记忆有点混乱了。当年清大有双子星吗？不是只有一颗星吗？那一颗星好像叫沈幼楚。沈幼楚是清大有史以来最耀眼的星星，在我的大学生涯里，随处可见沈幼楚的神迹。比如选修9门课程，其3门拿了第一；比如在全国大学生物理竞赛中拿到了1等奖；比如在世界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拿到了清大第1的特等奖；比如他太牛了，以至于我对他印象很深刻。后来听说他出国了，被国外多家顶尖大学争抢，现在估计已经定居国外了。姐夫，你想啥呢？去不去校庆啊？见见老朋友挺好的。白梦琪兴致勃勃，我其实不太想去，毕竟白宁冰受邀去了，我可不想见到他了。但仔细一琢磨，我干嘛要避开他？他又不是我什么人，纯路人罢了。去，我俩兴冲冲去了。校庆开始那天，我们已经在学校里吃了一圈了，吃饱喝足，我们小跑去了大礼堂。大礼堂就是举办校庆的地方，里面宽敞明亮，有座位有舞台。听说演讲完毕还会就地举办舞会，嗨得很。我们在大礼堂前看到了2张海报，一张是白宁冰，一张是沈幼楚。白宁冰没啥好说的，他确实了不起，履历很惊人，加上背景强大，年年给母校捐款，邀请他演讲是应该的。至于沈幼楚，他比较神秘，多年来没有消息。我从海报上才得知他在斯坦大学当教授，而且是斯坦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，还是女教授，真牛啊！斯坦大学可是顶级名校，沈幼楚不愧是双子星之一。他毕业后，咱们学校再也没有人享此殊荣了。白梦琪膜拜不已，掏出手机咔咔拍照，还这么美，看看这小礼服，看看这禁欲系的小嘴唇，我一脸嫌弃。白梦琪也太花痴了，对同性都犯花痴。我不多看，拉着他进礼堂去了，到处都是校友，其中不乏认识的，大家客套几句，校庆也就开始了。校长和领导们上台发话，随后又请白宁冰发表演讲。他今天美得很，仿佛个下凡的天仙一样，一上台就引起了欢呼，可见人气之盛。我姐还是挺牛的，就是糊涂了。白梦琪啧啧2声，我没有答话。白宁冰演讲完毕，沈幼楚也上台了，他的人气比白宁冰低很多，并非他比白宁冰差，而是他一向清冷，在学校独来独往，虽然受人膜拜，但几乎没有交际圈，所以大家对他的感觉是可望不可及。我打量着他，他的美跟白宁冰不一样，白宁冰是下凡的天仙，沈幼楚则是隐在雾中的神鹿，临身见鹿，说的就是他了。沈幼楚演讲完毕，校庆也抵达了高潮，大礼堂成了晚会场所，或朝气或成熟的校友们谈笑风生，推杯换盏。白梦琪喜欢吃东西，到处跑，跑着跑着就不见了。我四处找他，却见白宁冰走了过来，他万众瞩目，走到哪里就有目光追随到哪里，仿佛自带光环一样。不得不承认，他很优秀，但我并不想见他，因为对他的第一印象已经决定了我难以喜欢他。王峰，你也来了。白宁冰喊我，表情复杂。我无视，白宁冰便自己找话题，你特意来看我吗？今年我难得上台演讲，表现得怎么样？我皱了眉，你太自恋了吧。白宁冰，我只是来玩的，而且我真的不认识你，你能注意一下言辞吗？我毫不留情地呵斥他，附近的校友们都安静了，一头雾水。白宁冰失去了笑容，他抿了抿嘴角，突然一把拉起我就走。你干什么？我不悦呵斥。王峰，你我之间难道就没有一丁点爱了吗？我是对不起你，但你有必要一次又一次的让我难堪吗？白宁冰咬着牙，不忿又难过。是的，没有一丁点爱，因为我压根不认识你。你要我说多少次？我真的不认识你。我火气也上来了。你压谁呀？白宁冰眼眶瞬间红了，酝酿着泪水，楚楚可怜。好，你继续装。他强忍泪水，用力呼了口气，转身走向不远处一个男生，甜美一笑，邀请他跳舞。男生惊喜交加，立刻跟白宁冰拉着手去跳舞了。白宁冰看向我，这是故意气我吗？我一阵无语。你是小孩吗？王峰，好多年不见了，跳个舞吗？一道柔和的声音响起，我转身一看，赫然看见沈幼楚朝我笑。沈幼楚内敛而清冷，柔和的声音跟他的脸蛋不太融洽，有够反差的。我指了指自己，你说我对。王峰，沈幼楚依旧笑着，我有点狐疑，你认识我？我在清大可是小透明一个。小透明不至于，你作为语言文学系的学霸，可是在辩论赛中把我杀得丢盔弃甲。沈幼楚轻笑，我回忆了一下，
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当初无聊报名了辩论赛，想着跟大佬们同台竞技长长见识的，结果我超常发挥，拿了个第1名，对手之一就是沈右楚。只是我当时并没有留意这尊大神，准确来说，我没有留意任何一个女生。我记得当时的辩题是爱情和生命哪个更重要，我们这边选了爱情更重要，你们那边选了生命更重要。沈右楚一脸怀念，这题我们输定了，爱情哪有生命重要呢？确实，我赢得侥幸。我谦虚道，沈右楚笑出声，你是靠实力赢的，那时候的你一往无前，青春飞扬，真像悬崖上的树木，浑身都是澎湃的生命力。这是什么比喻？不过总归是夸奖的话，我很受用，所以我接受了他的邀请，跳个舞吧，不然多无聊。我大大方方地拉着沈右楚的手走进了舞池，他意外的很懂跳舞，不像个高冷的学神，倒像一朵美艳的白玫瑰。我打趣，你经常跳舞吗？国外有很多舞会，跳着跳着就会了。沈右楚微微抬头凝视着我，我感觉他的目光很炙热，跟他的形象格格不入，但他的目光又不惹人排斥，里面饱含着欣赏和赞美。我被他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找个话题询问，你似乎很多年不回国了，这次怎么回来了？我要拿绿卡了，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回来。他如此回答，我点了点头，看他轻柔舞动，舞池中的音乐婉约动听，一对对校友欢声笑语，我很享受这种时刻，这是青春的味道。可沈右楚突然被人撞了一下，他差点摔倒，我皱眉一看，发现白宁冰和他的舞伴就在旁边。白宁冰脸色铁青，整个人杀气腾腾，显然他撞了沈右楚。沈右楚稳住身子，也瞧见了白宁冰，他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示意我们离开。站住！白宁冰忍不住出声喝止，他顾不得自己的舞伴了，大步过来拉住我另一只手。沈右楚脸色不悦，白宁冰，你想做什么？沈右楚，你不知道王峰是我未婚夫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白宁冰更不悦，周围的人纷纷看来，诧异万分。我一阵郁闷，白宁冰，你有病吧？我一把甩开白宁冰的手，只想赶紧离开这里。沈右楚也不愿丢这个脸，跟我一起走。沈右楚，我问你话呢？白宁冰越发愤怒，我不想撕破脸皮，但你也别给脸不要脸。白宁冰显然失态了，以他的身份和素质，平时不可能说出这种话的。沈右楚停下了，他目光坚定，柔和的声音极具压迫力。白宁冰，你想被丢出去吗？这句话无疑是最大的挑衅。白宁冰当场暴怒，一拳头砸向沈右楚。他以前学过拳击，这一拳打得很准，在众人的惊叫声中，沈右楚被打了一鼻子血，但他也不是瘦弱之人，当即反击，他会跆拳道，打起来也是有板有眼。我看呆了，这美女互殴是什么仇什么怨？白宁冰失心疯还能理解，但你沈右楚什么身份呢？怎么火气比白宁冰还要大？我赶紧拉开两人，校友们也上前帮忙，两人都流了血。沈右楚鼻子受伤，白宁冰嘴巴溢血。王峰，跟我走！白宁冰推开众人，试图拉我。沈右楚一言不发，只是看着我，我感觉他希望我跟他走，没有一丝迟疑。我扶着沈右楚就走，赶紧去医院。王峰，白宁冰呆住了，难以置信。我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脸上充斥着惊愕和无法形容的害怕，他似乎终于害怕失去我了。我把沈右楚送到了校医处，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伤口，沈右楚就没事了。你傻了吗？斯坦大学的女教授在晚会上打架斗殴，你不嫌丢脸？我还是无法理解沈右楚的思维。沈右楚笑了，笑得很傻。请问辩手王峰，你觉得生命重要还是爱情重要？他问我一个问题，像是许多年前，他清冷立于辩台上，一丝不苟地向我提问。我愣了愣，然后一巴掌拍他脑壳上。你傻了？我觉得爱情重要，毕竟没了爱情，生命只是一具躯壳，躯壳活着跟死了没有区别。沈右楚一本正经，我极度无语。来个小熊摊手，好好好，爱情重要，这次你赢了。他又笑，我感觉他今晚特别开心，笑得特别灿烂。但天色暗了，我得去找白梦琪那个吃货了。我说就此一别，有缘再见吧，毕竟他要回国外的，再见真的需要缘分。沈右楚欲言又止，似有一股悸动在胸中酝酿，想吐出来又压下了。没事，我走了。我挥了挥手。沈右楚张张嘴，见我走到门口了，终于开口，王峰，你还会娶白宁冰吗？我脚步一顿，敏锐地察觉到他知晓我跟白宁冰的那些事，虽然我对那些事毫无记忆。你是故意接近我的？谁让你来的？我转身看他，萧然告诉我，你跟白宁冰分开了，所以我回来了。沈右楚也不隐瞒，我打白宁冰是想为你出气。萧然为我出气，我当即明白了一切。沈右楚被萧然利用了，萧然太有心机了，他先利用癌症博得了白宁冰的心疼，导致白宁冰没有跟我订婚，可白宁冰依旧爱我，不会放弃我，所以萧然就把沈右楚骗回来了，让沈右楚当第三者。只要沈右楚抢走了我，白宁冰就无可奈何了，他只有萧然可以选择了，萧然的攻略就能成功了。你被利用了。我摇了摇头。沈右楚轻笑，重点不是这个，你难道没有发现我在跟你表白吗？发现了，看来我这个辩手当初不仅把你打败了，还击中了你的心。我笑了一声，男人的小嘚瑟上来了。沈右楚坐在病床上，抬着脑袋仰视着我，你还是没变，你就是悬崖上的树木，骄傲地摇摆着，在阳光和春风中肆意生长。多谢夸奖，那我能当你旁边的小草吗？沈右楚问我。石头太硬，小草不容易长哦，你考虑好再说。我摆了一下手，先走喽。我在校道上逮住了白梦琪，她也在找我，挺急的。姐夫，我姐跟沈右楚打架了，我尼玛服了，真不嫌丢人啊。白梦琪无力吐槽，打就打呗，我带白梦琪回家去。我们回到家已经很晚了，双方父母都不在家，白梦琪打算住我家，她可不想回去跟萧然住一起。我爸妈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了，如果明天我姐还不把萧然送走，他们就要动用暴力赶人了。爽！白梦琪跟着我进屋，嘴里还在叽叽喳喳。白叔叔和刘阿姨是文明人了，还给白宁冰最后通牒。我觉得你姐被宠坏了，你爸妈太迁就她了。我也吐槽了一句，确实宠坏了，但姐夫你也责任重大呀，要不是你允许萧然住进我家，
我爸妈是不可能这么干耗着的。白梦琪给我一个白眼，好像也是，是我让萧然住进白宁冰家里的。那没事了，回了家，我们煎了个牛排吃，吃完了门铃响了，白梦琪跑去开门，一开门就叫了一声萧然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挑眉过去一看，果然是萧然，他裹着白色外套，戴着一顶厚厚的帽子，苍白的脸毫无血色。我找汪峰。萧然开口，不见，滚滚滚！白梦琪帮我赶人，刚才冰冰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准备一下，她要嫁给我了。萧然继续道。白梦琪大惊失色，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白宁冰要嫁给我了。萧然很平静。白梦琪气急败坏，伸手就要抽过去。我开口，白梦琪，你上楼去，我跟萧然聊聊。姐夫，这家伙不是个好人。白梦琪不肯上楼，我瞪了他一眼，他不情不愿地上楼去了。一楼只剩下我跟萧然了。萧然自来熟地走进来，环顾一圈大厅，盯上了红酒柜里的红酒。那一瓶瓶昂贵的红酒在灯光下尽显优雅。我想喝一杯。萧然指了指红酒架，我取了一瓶红酒，示意萧然坐下。他坐在餐桌旁，用神采奕奕的眸子注视着我，他的眼眸一直这么亮。我开了瓶红酒，给他倒了一杯，他用双手接过，怔怔地注视着里面微微晃动的液体。我也给自己倒了一杯，轻抿着问他有何贵干。他没有回答，先是轻轻抿了一口酒，然后露出迷醉的表情，用很轻很轻的语气叹息，真好喝，这瓶是最差的。我如实说，他不介意，斟酌着用词。王峰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梦想就是能像你一样优雅的喝红酒，这也算梦想吗？当然算。我7岁那年，村里放电影，我脏兮兮的坐在粪水桶上，看着模糊的屏幕中，一个城里的白领翘着二郎腿喝红酒，很高贵很帅气，那画面我记了一辈子。萧然脸上有了笑，气色也好了一些。我翘起了二郎腿，然后呢？然后我拼命努力，每天干完活就学习，无时无刻不在学习。我把笔写断了一杆又一杆，我把手指磨破了一根又一根。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，父母借钱供我来北京念书，他们的脊梁被稻米压弯了，他们的眼睛被汗水浸透了。我终于有钱念书了。萧然眼睛渐渐发红，他又抿了一口红酒，然后一边晃动里面的液体，一边凝视着我。上了清大呀，我要出人头地了，我可以当科学家，可以当商人，可以当官，最起码我都能当一个都市白领。我终于可以翘起二郎腿喝红酒了，帅气、优雅、高贵。我还要让父母都喝上红酒，他们也能喝上的。我静静听着，萧然面临着很多穷困山村里的孩子要面临的困境，哪怕考上了大学，他们依旧困难重重。一杯红酒或许就是一辈子的梦想。所以你想娶了白宁冰这个富婆，当个软饭男，过上天天喝红酒的生活？不是的，王峰，你不懂我。萧然凄凉一笑，我有大好前程，我有改变家族世代贫穷的机会和能力。我甚至看见了那杯红酒，我伸出手就能捧起它了。可是我被系统绑定了呀，我要攻略白宁冰啊，哈哈，多么可笑啊！我用了7年的时间和青春去攻略一个女人，当她卑微的舔狗。萧然笑了起来，越笑越大声，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，像是山间突然汹涌的山洪。你知道这种感觉吗？我被逼着耗尽我的一切去当一个女人的舔狗，我无法好好念书了，无法进步，无法完成课业，我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女人。如果我反抗，我会死。萧然将红酒杯重重地放在台上，溅出的红酒沾染了他的手背，他一把甩开，直直地盯着我。我自己都吃不饱，却要给白宁冰买早餐。我根本不喜欢羽毛球，却要一次次为他喝彩。我身子骨弱，淋雨就发烧，却要为他撑伞。当我不愿意的时候，我就会受到系统的死亡威胁。我的脖子上仿佛有一条钢丝，死死地勒着我，容不得我喘一口气。萧然说了很多话，他的眼泪流满了脸颊，又快速逝去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所以你压根不喜欢白宁冰。我这样的男人，从未奢求过爱情，在我眼中，只有那杯红酒是我所奢求的。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愿意为了一个女人浪费7年青春。所谓的爱情，甚至不值得我花7天去索取。萧然斩钉截铁，我无言以对。萧然吸了吸鼻子，如释重负般的吐出一口浊气。我骗沈幼楚回来了，我知道他一直暗恋你。从你们的辩论赛开始，那一场生命和爱情谁更重要的辩论赛，我全程围观了。他果然没有辜负我的厚望，把白宁冰气炸了。白宁冰因为他的原因决定报复你，他要跟我结婚，好让你后悔。萧然嘴角扯出一个讥笑，我知道他的心思，他希望刺激你，让你阻止他嫁给我，所以我来找你，恳求你帮我最后一次，别阻止了，让我结束这个攻略吧。我已然明白了，白宁冰要用激将法刺激我，他所谓的嫁给萧然，是气急之下做出的决定。只要我回心转意，他就不会嫁给萧然了，那么萧然的攻略也就无法完成了。白宁冰嫁给你，一切就结束了，你的癌症也会好吗？我问。是的，都会结束的。萧然疲惫之极，7年了，我已经快30岁了，我好累啊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喝上红酒呢？他说罢，从兜里取出了一张银行卡。我疑惑看他，他将卡推到我面前，不舍道：“这是我省吃俭用存下来的89000元，我的所有精力都浪费在了白宁冰身上，所以只能存这么点了。我把它作为报酬给你了，密码137654。”我并不肯要萧然的报酬，但他也没有拿回去，他只是喝光了那杯红酒，拖着病恹恹的身子走了。白梦琪跑下来询问那件男人走了，他说了啥？没说啥。我先将桌台上的卡收好。白梦琪一脸狐疑，没说啥，那他来干什么？我姐真的要嫁给他吗？是的，毫无疑问，白宁冰已经被沈幼楚气疯了，她要嫁给萧然好激将我。翌日，他就召集了我们2家的亲朋好友聚餐，地点在我家。我爸妈还以为白宁冰终于想通了，来认错的。白叔叔和刘阿姨也开心了，喝着茶笑道：“你们2个和好就再好不过了。”至于萧然，我们对他仁至义尽了，没有赶出大街算好的了。对，冰冰和王峰把婚定了，那个萧然的病我们出钱看，亲戚们都很善良。白宁冰却一言不发，他就盯着我看，我不理他。他冷哼一声开口：“王峰，跟沈幼楚跳舞跳得开心吗？”全场死寂，亲戚们都愣住了。冰冰，你说什么？白叔叔喝了一声。我说什么？他王峰真有魅力啊，把清大最牛的女人勾搭到手了。白宁冰言语中满是嘲讽，自己的未婚妻受伤了不管不顾，外人受伤了
了赶紧送医，怕不是都心疼哭了。你在狗叫什么？我说了不认识你，我对你毫无感觉，为什么不能心疼别的女人？我反唇相讥，白宁冰勃然大怒，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眼眶通红。事到如今你还装失忆是吧？我没装，我就是不认识你。还有，我一直记得沈幼楚，也一直欣赏他，他跟我表白了，我接受了。我撂下了重磅炸弹，全场震惊，每个亲戚都傻了眼。白宁冰怒极反笑，指着我发狠。果然啊，好，很好，正巧我也打算嫁给萧然了，咱俩就这样吧，各自安好。他说罢擦擦眼泪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我盯着他的背影，知道他希望我开口叫他，于是我叫他等等。白宁冰立刻止步，但不肯回头。他冷笑说，我准备后天跟沈幼楚订婚，你记得来送礼。我好心提醒他，他浑身一僵，牙关捏得死死的，双眼含泪离去。白宁冰就这么走了，亲戚们全都迷茫而惊愕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也不多解释，独自去了清大。在操场上，我看见正漫无目的散步的沈幼楚，他向来如此，闲暇时就喜欢在操场散步，导致当年很多男生蹲点去制造偶遇。我大步走去，走到沈幼楚身后时，他都没发现我，我正要拍他一下，他却接到了视频，视频接通，对面显然是他父母。楚楚，你什么时候回美国？要回来拿绿卡了。沈父有些着急，沈母也催促，赶紧回来吧，妈妈给你看中了一个男孩子，混血的，老帅了。沈幼楚笑了笑，不急，难得回母校，再看看。什么不急不急的？我说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快回美国，妈妈给你介绍对象。沈母继续催，沈父则沉吟起来。我说女儿啊，你也快奔3了吧，这么多年恋爱都没谈过，你不会是……我警告你啊，咱们虽然在美国，但不能搞这边那一套啊。我差点笑死，原来沈幼楚也会被催婚的。爸妈别乱想，我会尽快回去的。沈幼楚无奈的很。视频挂了后，他又漫无目的的走着了，我往他旁边一抱，鬼啊！沈幼楚下意机灵，看清是我不由笑了一声，好你个王峰，请问人可怕还是鬼可怕？打住打住，我不变了，我真是服了他了。沈幼楚含笑点头，我不多墨迹，抛出手机来拍个合影。沈幼楚有点诧异，一时间还紧张了，脸颊绷得紧紧的。你紧张个啥？就拍个合照啊！我又无语了，不知道，我从未想过你会主动跟我合影。沈幼楚持续紧张，不过她美得很，紧张的时候也好看，我就随便拍了一张合照，往朋友圈一发，文案在一起了。沈幼楚惊呆了，看着我的朋友圈难以置信。王峰，你来真的？他一眨不眨的盯着我，我点头，这么多年了，也就你能让我有感觉了。白宁冰呢？他是谁？我真不知道他是谁。沈幼楚又盯了我好一会儿，然后迫不及待给他父母打了电话，爸妈，绿卡我不要了，我还是喜欢国内，我要回国生活了。你们不也经常念叨着想回国吗？等我稳定了，我去接你们回来。好家伙，恋爱脑上头了，这就是清大双子星之一，可望不可及的学霸大神吗？嚯，可爱！我心满意足回家了，却见白宁冰站在我家门前，阴郁的仿佛夜里的猫头鹰，他浑身冒着怒气，垂着头，身体在轻微的发抖。我走了过去，他抬头看我，嘴唇颤着，你真跟沈幼楚在一起了？是，我大方承认。王峰，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就因为我想救萧然的命，你就这么恨我？不好意思，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爱你？我把话说明白了。白宁冰闭上了眼，声音从喉头里挤出来，一边流泪一边道，好，你别后悔，你别后悔。他彻底死心，毫不停留的走了。随后我听见他家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声，还有白叔叔的叫骂声和刘阿姨的哭声。最后随着汽车发动机的轰鸣，白宁冰带着萧然开着跑车离开了。晚些时候，我看见了白宁冰发的朋友圈，此生有你，何其幸哉。这是文案，至于配图，一共2张，一张是他跟萧然的合照，一张是他跟萧然的结婚证。姐夫，我姐疯了，她疯了。白梦琪冲了过来，脸色发青，她跟萧然领证了是吧？我平平淡淡，是啊，她跟我们大吵一架，抢过户口本就跑了，直接去跟萧然领证了。完了，白梦琪要哭出来了，我当不了她姐夫了。我也预感到后续麻烦大了，两家亲戚一定会炸锅的，到时候我会很头大。白梦琪，我要去旅游了，你让大家别找我，我没事的，而且我有沈幼楚了，我先走一步，不然会被烦死。当日趁着亲戚们还没来找我，我收拾一点东西就跑路了。在路上我通知了沈幼楚，让他陪我去旅游。天黑的时候，我们坐在高铁上相视一笑。王峰，你要去哪里旅游？去好玩的地方，玩够1个月再说。1个月够躲避风头了吧？沈幼楚一切依我，我俩是走到哪里玩到哪里，吃吃喝喝睡睡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当然该办的事也是一样不能少的，比如他脚冷，我就抱在怀里给他捂着捂着他就热了，我也热了，那咋办嘛？懂的都懂。旅游结束，我们回到了北京。沈幼楚的父母迫不及待归国了，他兴冲冲跑去迎接，还跟我约定有空聚餐，把我正式介绍给他父母，我自然乐意。随后我给白梦琪打电话，问他这1个月发生了什么。姐夫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姐算是废了，每日里浑浑噩噩，都开始酗酒赌博了。白梦琪唉声叹气，不至于吧？这才1个月，他就这样了。萧然跟他离婚了，领证第2天就离了，完全是走了个过场，大家都傻眼了。白梦琪自己也很傻眼，我们都以为他图财，娶我姐吃软饭，结果第2天就自愿离婚，不要1分补偿。我姐心里一直念着你，结了婚也特别后悔，当即同意离婚。离了后，萧然跟他说了什么事，他就开始浑浑噩噩，整个人的精神都垮了。白梦琪恨铁不成钢，这时他那边一阵响动，随即手机被夺走，只听白宁冰的哭嚎声传来：王峰是你吗？我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你怎么能忘了我呢？你也要攻略我是不是？我抛弃了你，所以你就忘掉了我？我没听懂，啥玩意？萧然告诉我的，他猜到了，你攻略我失败了，所以失忆了。我该死，我真该死啊！你回来好不好？白宁冰哭得撕心裂肺，我则无动于衷，因为我真的不认识他呀。我已经娶沈幼楚了，再见。我把手机关机，再也不见。我的心情还是很好的，也不想回家，索性在街上散散步。路过城市广场的时候，我看见一抹熟悉的身影，他衣着朴素，高高瘦瘦，正热情洋溢、激情澎湃地发着传单。我站在原地看他，看他那笑容满面的脸颊，看他那阳光下瘦弱的身躯，看他那在风中飞舞的衣摆。我走了过去，他看见我一怔，随即邀约喝一杯吗？那边有
咖啡店，我包里有一瓶红酒。你哪来的红酒？白宁斌家里的。我终究是不甘我那当舔狗的7年，所以顺走了他家一瓶红酒，最贵的。我说顺得好，走，喝一杯。半年后我跟沈六楚结婚了，我家也早已搬离了那个小区。白宁斌这半年彻底废了，酗酒泡吧，不务正业，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垮了。好端端一个大美人，变成了一蹶不振。他爸妈气出了病，最后索性不理他了。我再见到白宁斌是在圣诞夜的街边，他将跑车踩得轰轰响，车里矫揉造作的男模哇哇大叫。我远远看着白宁斌哈欠连连的带着那个男模下车，他早已没了清大双子星的高傲飒爽。妈的，这么多人，上次来的酒吧在哪呢？白宁斌骂骂咧咧的四处找酒吧，他旁边的男模咯咯笑，人家也忘了到底在哪呢？喝多了都失忆了呢。白宁斌一下子不动了，他扭头盯着男模，破口大骂：你失忆你妈，不准失忆，不准失忆！男模被吓坏了，惊恐不安，连连道歉，给我想起来，想起来呀！白宁斌给了男模一巴掌，男模赶忙指了指一个方向，我想起来了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白宁斌满意了，往酒吧方向走去，可走着走着突然泪奔，瘫坐在地大声哭了起来。男模想起来了，可他爱的人想不起来了。许久后我又遇到了萧然，他已经不发传单了，因为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，他好歹也是清大的，落魄了7年之后，发传单只是临时赚点钱罢了，以他的能力终归是要出头的。考上公务员后，他就准备离京了。离开前他特意来找我，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瓶红酒，我便笑，喝一杯。王峰先生，我请你喝一杯。不用客气了，又不是第一次喝了，我们把酒言欢。当然大多数时候都是萧然在说话，我在听。我前不久去找白宁斌了。萧然突然说道，你去找他干什么？旧情未了吗？我笑道，不是。萧然有些惆怅，自从那个该死的系统消失之后，我一直很努力的生活着。我原以为像她这样的富贵小姐会很快回归到正常的生活，毕竟她也不是真的喜欢我，那7年都是我单方面做她舔狗而已。我获救了，她也得到解脱，没人纠缠她了。但是我没想到她会把生活过成这个样子。萧然喝了一大口红酒，接着说，虽然我并不喜欢她，但她确实救了我，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始崭新的生活。我跟她聊了一晚上，她已经决定出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她爸妈也原谅了她，那挺好的。我举起酒杯看向萧然，她也举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，让我们干杯。